糟糕，我们都要先弄这个。好，确认一下有没有直播的画面，然后看能不能听到声音。中间通常会延迟10秒、10几秒。有吗？哈，重点是有没有？有画面，但是你要看有没有声音啊。所以基本上你要把你们喇叭打开，或者说要戴耳机听看看是不是能够收音，是不是真的有收到音？好，那应该就是有了啊。好。
好，来各位同学，我们时间到了哈。好，一样先请线上的同学扫一下画面上面的 QR code 啊。那我们的问答都透过 Slido 进行啊，现场同学当然就是当场提问了哈。好，那在扫的同时呢，一样再次讲一下，我们每个礼拜都在那边抽算力嘛哈。那每周呢都会抽出11位同学可以获得算力，其中6位是成大的同学，5位是线上的同学。那线上的同学呢，就是会需要最后我们会公布这个线上填写的表单，那你要填入2个正确的通关密语哈。好，那现场的成大的同学也会抽啊，也会抽。那我们上周呢，然后11位同学里面呢，会有1位是最大奖啊，总共1500的额度，然后其他10位是300块的额度啊。那我们上周呢，最大奖的得主是成大的同学啊，所以目前累积到目前为止，好像有2次是成大，2次是正修科大，1次是中央大学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线上的扫完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课程。OK， 那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好，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就是进入到第4个作业，对吧？好，等到要请大家交第5个作业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是大家几乎就是期末专题，你最终的结果就是会出现在第5个作业啊。那所以目前本周你应该正在做第4个作业，那我们下周要请大家交第4个作业，那我们同时会公布第5个作业啊，那大概就是最后的一个作业了。好，来，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第21章，在讲 Deep Learning。好，那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周最后所说的哈。我们为了要介绍整个 Deep Learning 的学习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类神经网络来为大家进行说明。那这个类神经网络呢，非常的简单，它只有2层只有2层。那第一层呢，只有2个神经元啊，其实就是画成这样。第一层，第一个 hidden layer 只有2个神经元，然后呢 output layer 只有1个神经元。好，那左边这是简单的画法，右边呢是把细节画出来。好，所以每一个连线上面都会有对应的 weighting， 以及我们还会再加上一些 bias。好，所以这里上半部分这个就是第1个神经元，然后呢就编号3的这个神经元，那下面这边呢就是编号4的这个第2个神经元。好，然后呢右边这个呢其实就是编号5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神经元，就是在 output layer 这边。好，那如何得到 y hat 啊？这个就很简单反正你就是把它该乘的乘一乘，该加的加一加，就是我们得到的 output 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嘛？比如说，我们得到的这个 output y hat， 它其实就是编号第5号的这个神经元，那它的 activation function 是 G5， 那它吃入了它的对应的 input， 就叫 input 5这样子。好，所以我把一个 input 丢给这个 function G5， 那它就吐出这个 output。好，就这样子。那 input 5是谁呢？你如果仔细对一下 ，input 5其实就是 W35 乘上这个的结果我们叫它 A3， 加上谁呢？加上 W05 乘以1再加上谁？ W45 乘上这里的 output A4那这个就是等于 input 5嘛，所以就是这里。好 ，W05 加上 W35 乘 A3 加上 W45 乘 A4。好，那 A3 是谁 ？A3 其实就是编号3号的这个神经元的 output 嘛。A3 在这里红色点这个地方。那 A3 怎么算？也很简单A3 其实就是我把 G3 我丢给它 input 3丢给 G3，它就吐出 A3 嘛。
好，那所以 A3 怎么来的？一定就是 W03 乘1加上 W13 乘以 X1 再加上 W23 乘以 X2， 这个就是 input 3嘛，在这里 input 3就是等于这一个。好，那以此类推 input 4就是等于这一坨。好，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简单的类神经网络呢，它 input 跟 output 之间的关系呢，就可以写成这个式子。好，那习惯上呢，因为我们虽然这个例子这么简单啊，但是实际上一般的类神经网络啊，它的这个参数量，每一层的这个神经元啊，当然是远远大过2个啊。那所以说呢，整个写起来，这其实会写很长。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习惯把它写成矩阵相乘的形式。好，所以呢，刚刚的所有在第一层的那些 weight 啊，就是用就是第一层的这些 W03、W13、W23、W14、W24、W04 这些可以聚成一个矩阵。那第二层的这个 weight W35、W05、W45，这个可以形成另外一个矩阵。那所以习惯上呢，我们写成这样 ：input x 是一个向量，那它去乘上对应的 weight W1，然后呢再丢给第一层的这个neuron 啊这些神经元，得到的 output 呢再去乘上第二层的这些 weighting， 好，然后呢丢给第二层，以这个例子来讲，其实就是 output layer 了哈，它的对应的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 那最后我就得到我的 output 这样。好，那我们习惯写成矩阵的形式。好，那这个图呢，它是一个 fully connected 的 network， 也就是说呢，任何前一层的神经元的 output 都会连接到下一层啊。好，那我们主要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那我们如何来进行学习？好，那之前我们就已经提过了嘛，我们之所以建构一个类神经网络，或者说任何的某一个 hypothesis，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能够把我们的 input 跟 output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把它描述出来。好，所以假设我们现在是在做 supervised learning 的话，监督式学习，我们 input 一笔 x 啊，它对应的 output 应该是 y。好，那我这个中间的类神经网络，这个 mapping 做得好不好呢？那我就是借由一个 loss function 来进行评估嘛。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利用 L2 loss 来去评估到底这中间的 mapping 做得好不好。所以它的做法就是，我把真正的 output y 去减掉我预估出来的 output y hat 啊，那中间呢取 L2 norm 啊，或者叫 L2 loss， 或者叫 Euclidean distance 啊，类似 Euclidean distance 的东西。好，所以就写成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我的 loss。所以我的目标呢，就是要找到一组最好的参数，从 W03、W13、W23 一直到 W45 这一组，我现在要找几个参数？1、2、3、4、5、6、7、8、9，我总共有9个参数要决定。我要找到一组最好的参数 W， 总共包含9个值，使得我的 loss 能够越小越好。好，所以基本上一个类神经网络就如同是一个复杂的函数一样，这个函数是由9个随机变数，这个函数的行为是由这9个随机变数来决定的。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希望决定这9个随机变数的值，使得我这个函数最能够描述 input 跟 output 之间的关系。OK， 这样可以吗？这个就是整个 deep learning 在做的事情，整个 deep learning 在做的事情。好，那实际上怎么做？那我们就来做做看啊。其实从我们这门课从以前讲到现在，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当我们要来决定一个函数里面的这些数值的时候，我们怎么决定？从我们最早的第一个作业，大家 implement 什么啊？比如说 hill climbing。好，或者是 similarity annealing， 当时是概念是什么？就是我先随机的 define 这9个 W 长什么样子嘛。
好，那相当于我在一个久维的空间当中，随机从某一个点出发，然后呢，我就去看看我周围的邻居有没有，看看有没有谁表现的比我更好的。所以所谓的周围的邻居，每一个邻居都是一个久维的一个向量哦。我就看一下我的这种方圆多少范围之内的邻居，是不是有表现的比我更好的？如果有，我就把自己移动到那里去嘛，对不对？这是大家的第一个作业 ，Hill climbing 是这么做。那后来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就学到了所谓的梯度下降法嘛，对不对？我们在一个久维的空间当中，我们如果从第一个参数 W05的观点来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应该往哪个方向来走，会让我的 loss function 的值会变得比较小啊？那如果从 W35的观点来看，会让我的 loss function 变得比较小。好，这个就是梯度下降法嘛。好，那所以说呢，在现在类神经网络的学习里面，我们采用的就是梯度法来找到最好的 W。好，具体而言，右下角这一个其实就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梯度下降法的一个式子嘛。我的这些 W 要怎么 update？ 比如说我现在有 W05、W35、W15，这么一大堆，对不对？我任何的每一个 W 要怎么 update？ 右下角这告诉我们，就是说，假设 Wi 这个值啊，它就是根据什么？根据我的 loss function 对 Wi 做偏微分，一次偏微分，也就是算 gradient 的意思。等于是说我这个值在决定的事情是，我从 Wi 的这个观点来看，在这个方向上来看，我应该要往哪个方向移动，我的 loss function 会降低最多，就是这个意思。那移动多少？移动阿尔法这么多。好，所以 Wi 呢就会移动往那个方向移动阿尔法这么多，来让我得到新的 Wi。这个就是梯度下降法嘛。好，那现在回到这个例子，我们呢有好多参数要决定嘛，这么多参数要决定。首先，我们先来决定在 output layer 里面的第一个参数叫 W35。对不对？所以当我要去 update 我的 W35的时候，根据右下角这个告诉我们的，我是不是要先对 W35做偏微分，我才能够决定我要 update 的方向嘛？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下，我的 loss 对 W35做偏微分，那 loss 就是 y 减 y hat 啊。好，它对 W35偏微分一下，因为这里的y hat 的值啊是 depends on W35的，所以说呢 y hat 基本上就是一个有包含 W35这个随机变数所决定的一个数值，所以我对它做偏微分。这边呢，当然就是要用到大家这个以前学过的偏微分的技巧，我们细节不再讲，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了。所以偏微分完之后呢，右边呢剩下这个 y hat 对W35做偏微分，那 y hat 就是 G5 of input 5，对不对？好，那这个是一个复合函数，它对 W35做偏微分，就是整体做偏微分，再乘上 input 5对 W35偏微分。input 5就是等于这一坨，这一坨对 W35偏微分，第一项就不见了嘛，因为 W05对于 W35来讲是一个 constant， 是一个常数，一微分不见了。这里呢也一微分，这个就不见了，所以只剩下这里的什么 A3。好，所以我们最后就知道啦，这个 loss function 呢对 W35做偏微分，就等于是-2乘上 y 减 y hat 再乘上 G5的一次微分再乘上 A3， 就这样。好，那这个就是决定了我怎么去 update W35的这个值。好，那比较复杂的是，那如果针对 hidden layer 刚刚的这个 W35啊，它在这一层 W35，你照样可以去做针对 W05偏微分，针对 W45偏微分，都一样类似。比较麻烦的是 hidden layer 这边。hidden layer 这边，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 W 几啊 ？E3， 好 ，W13 在哪个位置？在这里，在这个位置。好，我们要如何去 update 这个 W13呢？好，那一样的概念，我针对 W13做一次偏微分。好，那现在啊，
刚刚我们在针对 W35偏微分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个 A3在那里嘛。A3的值啊，也是取决于 W13。好，所以说 A3呢，针对 W13做偏微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往下去分拆。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叫 A3吧，是吧？刚刚已经走到这里了，好，走到这里呢 ，A3就是什么 G3 of input 3嘛，等于这一坨再对E3做偏微分，就剩下这一个。好，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针对E3做偏微分呢、好像我最后吐出来的东西，好像多乘了一个，对不对？越乘越长，越乘越长。好，在刚刚这里只乘到这里，再做往前一层，你的这个 gradient 的结果就是又要再乘上这个东西。OK， 好，好啦，那根据刚刚上面这两个式子，如果我们令2倍的什么 y 黑减 y 乘上 G5 prime 的 input 5，叫它 delta 5的话，如果我们叫这个东西 delta 5的话，那这一个值就变成是 delta A3，delta 5A3 这里 delta 5A3。好，这只是做一个符号的一个把它简化这样子。好，所以呢，那你仔细看一下，这个 delta 5包含什么项目？这个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中间的这个括号，它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的意思就是我预估出来的值减掉我真正的值，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误差嘛。也就是说，我针对 W35做一次偏微分的这个梯度啊，会跟我的预估的误差直接相关，就是这个 delta 5。所以我们称呼这个 delta 5呢，是某种所谓的预估误差的意思。啊，它是对编号5号的这一个神经元呢，我在 update 编号5号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些参数的时候，我得要考虑到我预估的误差，这样子。好，那所以就变成是，来你仔细看一下，比如说刚刚前面这里有一个负号，但是因为我现在把 y hat 变成 y hat 减 y，所以说我两个负号就消掉了，所以是2倍的 y hat 减 y， 然后 G5 prime input 5这一坨叫做 delta 5，这样子。好，所以现在呢，这个是针对 W35做一次偏微分的结果。好，今天如果 delta 5是正的，是什么意思？delta 5如果是正的，就代表说 y hat 减 y 一定是正的。为什么？那你说，后面这个呢？后面这个 G5 prime input 5一定是正的，因为我们之前就说过 activation function 的一次微分一定都是 non-negative， 所以这个值一定是正的。所以今天 delta 5是正的，就代表 y hat 减 y 一定是正的，可以吗？那如果 y hat 减 y 是正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y hat 太大了，你预估出来的 y hat 值太大了，大过 y 是你的标准答案嘛？你预估出来的值太大了。好，那如果今天我的梯度啊，今天 delta 5是正的，如果 A3 也是正的，也是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 A3 也是正的 ，delta 5也是正的，这时候你如果再把 W35的数字提高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你根据右下角这个图，你就知道，如果 W35 你再把它的数字再提高，那就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你预估出来的 y hat 会更大，可以吗？我试图的就是要让大家听懂
这个数学式子代表的意义。好，那如果 A3 是负的，那代表 delta 5乘 A3 会是负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把 W35 的数值提高，会让我的整个的 error 会降低。所以这里是在跟大家讲说，从比较直观上，刚刚前面是算这些数学，对不对？可是从直观上，我们让大家体会一下，它决定的正的或负的这些数值的这个变动的方向，跟我实际数值是有直接相关的。如果我前一轮的那个 W35 已经在某种状况下，它已经预估出太大了，我就希望在如果 A3 也是正的情况之下，我就希望 W35 数字可以降少一点嘛。好，我的误差就不会那么大啊，我的正的误差就不会那么大啊。好，但如果今天 WA3 是负的，好，代表说，我搞不好啊，我要让这个 delta 5要正的更多，这样子我才有办法拉回来，好的那种感觉。好，那这是update 这个 W35 的时候是这样。好，那除了 A3 它是正的负的有关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A3 的数值当然也很重要嘛。如果今天 A3 的数字很小，也就是说你这个 delta 5乘 A3 乘完之后很小，那就代表什么？W35 其实就没有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啦。你在那边调半天，它的影响是很小，它对于你降低你的误差帮助不大啊。所以除了它正的负的重要之外，它的大小数字大小也重要。好，那刚刚是 W35 的部分啊，那 W13 部分怎么 update？ 好 ，W13 的部分你如果仔细看，它最后吐出来长这个样子嘛。好，那这时候呢，为了要简化它的描述，如果我们定义 delta 5乘 W35 乘 G3 prime input 3等于 delta 3，这一坨就是从一开始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叫做 delta 3，好，叫 delta 3。好，那所以说整体而言呢，刚刚那个很长的那个数学式呢，就变成是 delta 3乘 x1 的意思啦。好，所以说呢 ，the perceived error at the input to unit 3 is the perceived error at the input to unit 5 multiplied by the information along the path from 5 back to 3。重点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在决定我前一层的这个 W13 要怎么 update 的时候呢，你仔细看这个数学式，它跟谁有关呢？它其实跟 delta 5有关啊。也就是说，那 delta 5是什么呢？ delta 5其实是当时后一层的编号5号的那个神经元所感受到的误差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去 update 第一个 hidden layer 的参数的时候，我得要依赖我后面的 layer 所感应到的误差乘回来，来决定我要往哪个方向 update。OK， 所以当我们在进行类神经网络的 inference 的时候，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就丢入一个 input， 然后呢，我去算出一个 output 嘛。它的资讯流的进行方向是不是从左到右？好，这是 inference 的时候。可是当我们在进行 learning 的时候，我们在进行这些参数 W 的调整的时候，我们的调整顺序是先从最右边，根据它所感受到的误差一路乘回来。比如说我要去 update W13， 我得要依赖它在这边所感受到的误差，我才有办法去 update 它。OK， 而这件事情就叫做 back propagation， 这就是所谓的 back propagation。
我希望大家你在上了这个课之后，你可以跟一些没上过这个课的同学有一点点差别，就差在哪里？差在这个，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做 backpropagation。好，要不然现在谁不会随便网络上拍 torch， 随便抠一个 CNN 去跑，对不对？我只要收集得到资料，反正 CNN 圈一发，我就可以做影像辨识啦。大家都会呀、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上过这个课跟没上过这个课的差别在哪里？你搞不好你圈一发，你还圈不赢别人呢。好，那我只是要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就是，当然而且事实上你在圈一发的时候，你也都有在用这个 backpropagation， 你都有在用，只是你如果只是用，你可能不知道他在干嘛。那我现在在讲这一段，就是在告诉你他在干嘛。那为什么它叫做 backpropagation？ 那为什么它是怎么运作？它到底是怎么样？好，所以这一段呢，我希望大家有听得进去。好，好了，那所以呢，我们刚刚可以感受得到，当你在 update 这些 W 的时候啊，你假设你很多层，刚刚我们这只是简单的2层嘛，一个 hidden layer， 然后再一个 upper layer 就结束了。那你今天如果中间有5个 hidden layer 或100个 hidden layer， 后面再一个 upper layer， 你可想而知，你看哦，这个只是2层而已哦。如果3层的话，你再针对有没有？你从最右边那一层一路往回推3层，你的一次微分，这里是不是又要再乘？要再往下乘一个尾巴，再多一层又再往下乘，再多一层又再往下乘，所以这里就会乘一大堆哦。好，那你如果这里乘很长，假设你今天类似网路叠好多层的话，你的这个梯度是不是会有一个 G5 prong 乘上 input 5的一次微分，然后会有一个 W35 再乘上 G3 prong 的一次微分，搞不好还有一个什么 G1 prong 的一次微分，对不对？你就乘一大堆那要是万一你的某一个或某几个 GJ prong 很小或者几乎为零的时候，你一乘之后，你的梯度是不是几乎等于0？就会变得很小，对不对？那梯度很小有什么问题？梯度很小有什么问题？这时候又要回归到大家有做第一个作业吧 ，hill climbing。你 hill climbing 什么时候你会卡住？就是你从某个地方随机出发，对不对？走到某一个小山峰、小平台，有没有？然后呢，你就四目所及，放眼望去，你发现你的邻居都跟你差不多，这个就是梯度几乎等于0的意思。梯度意思就是说，你的邻居跟你的高度差多少？假设你的邻居都跟你差不多高，其实就代表你跟你邻居之间的梯度等于0的意思。梯度就是陡峭程度嘛。你在一个高平台上，你就是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好。那现在这个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今天你要 update 某一个 W 的时候，发现它的梯度几乎等于0，那你就以为说 OK， 我这个 W 我已经 update 得很不错了，或者说我就盲目的乱走，我的 W 就盲目的乱 update。 OK， 这样有没有理解？我希望大家有办法把现在你要学这个 deep learning 跟第一个作业那个概念能够串接在一起。而这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 vanish gradient problem， 梯度消失问题。好，当你做很多次的这些梯度相乘啊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梯度消失的问题。OK， 梯度消失问题不是最近才发现，1980年代早就发现了。所以这个东西类神经网络老早在1980年代甚至更早之前早就已经有了。那现在的 deep learning 跟1980年代差在哪里？在结构上差在我们就是叠更多层嘛。那你说1980年代的人就比较笨，他就不知道当时要叠更多层吗？当然有啊，他们早就叠过了，只是叠过之后呢，就发现了
梯度消失问题。这是其中一个，在当年为什么类神经网络做到后来没有人做，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梯度消失。好，所以后来当然就有很多其他的大师提出一些演算法，提出一些新的 component 来尽量减低梯度消失的问题嘛。这是一个从演算法层面来改。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1980年代没有那么多的资料可以来训练，可以来帮忙我们找到最好的参数 W。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运算能力嘛。好，那就是后来有了 GPU 之后，有 Jeffrey Hinton 他们用 GPU 来做这件事情之后，大家也知道说，原来 GPU 可以做这件事啊。好，那所以才造就了一直到今天为止，为什么今年这个算力的这问题这么火热？好，但本质上我们现在在做的类 Deep Learning 的训练，这些非常厉害的这些训练，本质上就跟这个是一样的。OK， 好，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刚刚是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认为刚刚的那一个算是我觉得在这个 chapter 里面，我最需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因为大家普遍都在用 Deep Learning 的嘛，对不对？你网络上可以找到太多教材，而且都是生动有趣，对吧？图文并茂，而且你要劝多少就劝多少你都会用的。那但是你不要只会用所以我就刚刚就提醒嘛，你到底有上过这个课跟没上过这个课，这差别在哪里？其实是差在刚刚上面那几页投影片。好了，那我们真的要开始 run 一个 deep learning， 我们真的架构一个类神经网络了，然后我们要整备一下，处理一下我们的资料嘛，所以呢，我们的 input data 怎么表达呢？你可以把它比如说反正就是一个 n 维的一个向量，那或者是说呢，如果你今天是类别性的资料的话呢，你可以做所谓的 one hot encoding，也就是说你可能有100类，那你今天手中的这个 data sample 可能是100类里面的第56类，那你就是在第56那个维度等于1，其他地方都等于0，这是一种表达你的资料的一种方法，这样。那 output layer 呢，你的 output data 呢，基本上表达方式基本上也是向量，你可以是 real number 的vector 实数所形成的向量也可以是 one hot encoding 都可以。那评估你预估出来的结果跟 ground truth 之间有多接近，那就有很多方法啦。我们之前讲过 L1 loss、L2 loss、square error loss 这些都可以那这边还列了比如说 negative log likelihood 等等等等的都可以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如果是你要去算 negative 的 log probability 的话，那就是这么计算就是你的 input 是 xj， 那你 output 是 yj 的几率有多少取一个 log 然后呢 summation j 等于1到大 n， 这里的大 n 呢代表的是说你目前的这个 batch， 你现在看的这个资料子集合总共有 n 笔大 n 笔这么多种资料，所以整体而言呢，你希望能够去 minimize 整体而言这大 n 笔资料的 log probability negative log probability 的值为什么加一个负号？应该知道吧？因为几率都在0到1之间嘛，你取 log 就是一个负的数字，对不对？那前面再加一个负号，这就变成一个正的数字我要去 minimize 这个值。所以呢，我去训练一个最好的类神经网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要找到最好的一组 W 最好的一组 W， 使得这个值呢是最小的。OK， 那所谓的一组最好的 W， 这个 W 有几个呢？那就看你的网络的结构以最早期来讲，可能几十万个参数，再来几百万，目前都是几个 billion， 几十亿个参数，几十亿个 W 要决定这样。好，这是一种常见的 loss function。那你也可以用 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 基本上就是在
计算两个 distribution 之间的差异啊。那比如说，我今天我的 ground truth 我的 ground truth 是 probability P 这个 distribution， 那我 output 出来的结果是 Q 这个 distribution， 那我希望 Q 这个 distribution 跟 P 这个 distribution 越接近越好。那衡量两个 distribution 像不像，就是用 cross entropy。好，数学上写成积分 PZ 乘上 log QZ dz 这样子。好，这是 cross entropy。好，那大家概念上你要知道，就是说我针对这 n 个点丢进去，我这 n 个点有一个对应的 output 所形成的一个 distribution。好，那我针对这个 n 个点 n 个 data， 我去吐出来的 n 个预测的值也形成一个 distribution。我希望这两个 distribution 越接近越好。好，那你如果是在做分类问题，你分成0这一类或1这一类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直接你的 output 你的 activation function 你可以用 sigmoid 事实上你可以用类神经网络来去做这种 Boolean 的 classification， 你也可以用什么？你现在正在做的作业式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对不对？来去做分类。你是圈圈这一类还是叉叉这一类？我记得助教图的题目是说，他会离职还是不会离职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在解这些问题，那就是你用什么技法来解而已啦。好，那你如果是在做 classification multi-class 的 classification problem 的话呢，你的 activation function 呢，你可以用所谓的 softmax 那通常就是说。我们希望假设我要做一个总共有10个类别那我现在的 output 呢就是一个10维的向量，那每一个维度对应的就是第一个维度对应的就是说它应该分成第一类的几率是多少那第二个维度就代表它应该分成第2类的几率是多少。那我希望这10个维度的值，因为它代表的是几率，所以我希望它加起来要等于1。那我要如何确保我的 output 的10个维度的值是一个几率值呢？那你就可以用 softmax。好，那 softmax 的算法就是这样子。你本来 activation output 出来的，你实际 output 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然后呢，你就取一个 exponential 再除上大家所有 exponential 的结果。那这个你就会把你的值全部都 normalize 在0到1之间这样子而且加起来等于1。那如果你是在做一个 regression problem 的话呢，你的 activation function 你可以用一个 linear output layer。那你可以不用任何的 activation function。这些都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组合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类神经网络尤其是现在的我们讲 deep learning 深度类神经网络。很多层，你叠得很深，也就是说你有很多的 hidden layer。为什么在最近10几年来，大家突然发现它效果好像很好呢？我们说过嘛，以前1980年代的人也不是笨蛋，当时他就没有想过要这么叠吗？但是因为根据我刚刚讲的那3个原因，所以在1980年代。等于说我们还没有释放出这种深度类神经网络的能力，那现在已经释放出来了。那所以大家就好奇嘛，那为什么你叠很多 hidden layer 效果会比较好 ？OK， 好，那这里有一个讲法了就是说呢，我们的 input 是 x， 我们的 output 是 y 嘛那为什么你现在就是要建构一个function来描述 x 跟 y 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你用类神经网络来建构这个function就会 mapping 的比较好呢？有一个讲法是说，因为 x 跟 y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复杂。那这么复杂的动作呢，我们如果把它拆解成很多个步骤或者很多的层次 ，OK， 那每一个步骤
相对来讲都做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所以我接续着好多简单的动作，然后把它进行某种排列组合，整个 combine 起来，它就可以描述出一个复杂的 mapping。OK， 这是一种比较抽象的 high level 的讲法。好，所以有人认为说，为什么这个 hidden layer 叠的比较深，那它就可以运作的比较好。好，因为事实上在理论上啊，我可以说，比如说我叠5层啊，每一层呢有100个神经元，这样子能够表达的，比如说这样子的参数量，跟我只是叠一层，但是我这一层呢有，比如说2000个神经元，也就是说，一种网络是很浅但是很胖，一种网络是很深但是很瘦。啊，根据很多的研究证明，虽然这个很瘦的网络所需要决定的参数量跟很胖的这个的参数量差不多，但是很瘦而很深的网络运作的就比较好。数学上可以证明，其实这两个可以是等价的。这两个function，很胖的、很浅的网络能够表达的function，跟很瘦很深的网络可以表达function是可以一样多的。数学上虽然可以证明，但实际上为什么就是比较浅、比较深而比较瘦的网络会比较的做的比较好呢？啊，所以人家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异，把每一步都 decompose 成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所以我每一层要学的东西都相对比较简单，它就比较容易学得好。OK， 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deep， 为什么要 deep， 为什么要深啊？为什么要叠很多层啊？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了，那刚刚我们前面的介绍呢，都是从最简单的 neural network 开始讲起嘛，最简单的 feed-forward network， 你的资料流就从左跑到右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几个特殊的常用的 network， 没有全部但是我们在第21章这边，我们会介绍最基本的几个。那在下礼拜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时间，我们会跳脱这本课本的范围，然后我们会介绍更多的。好，首先介绍第一个特殊的网络，大家一定听过，就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那它特别适合用来描述影像。那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影像我们之前讲说这种 feed-forward network， 我的 input 其实就是一个向量嘛，对吧？好，那我当然也可以把一张影像读成是一个高维的一个向量。怎么读？一张影像比如说这张影像，我就从第一个点，最左上角的第一个点，从左读到右，由上读到下，对不对？每一个点我就读出它的 RGB 3个字，对不对？那我就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么复杂，我们读出每一个点的亮度就好了。所以从左读到右，由上读到下，我这里面可能就包含了10000个点，所以我就把这10000点拉长，就变成一个10000维的向量。所以我可以把一张影像变成是一个10000维，或不是对，总共如果10000个点的话，它就形成一个10000维的向量啊。好，但是呢，你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一张影像，其实并不明智，并不好原因在于说，影像它其实有空间的特性。事实上在空间上跟它相邻的点，其实能够构成一些它对于我在判别这影像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的影响更大。所以今天我 pixel 如果是从左读到右，由上读到下的话，我会变成说，比如说我明明是看这个区域，我比较具体知道它什么意义。可是你如果今天从左读到右，就变成说我是看到这几个点，然后呢，接下来下一个维度就变成是这些点，中间一直到过了可能好几十个维度之后，才变成是这些点。
也就是说，我是没有跟我的隔壁的维度一起看，没有。OK， 好，所以对于一个 n 个 pixel 的 image 呢，这个 convolutional network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表达的方式是 locally, spatially， 就是在空间上邻近的点要能够一起处理，这样。好，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假设一个 image 有 n 个点，好，那第一个 hidden layer 呢有 n 个 unit， 哇，你光你的 input layer 有 n 个点，你的第一个 hidden layer 也有 n 个 neuron， 这中间的连线啊，就会有 n 平方这么多个 weight， 这还只是一层哦，而且这个 n 啊，如果是影像的话，这个 n 通常很大，好几万个点，随便一张图，你一个100乘100的一个小的图，就有1万个点呢。你随随便便1024乘728，哇，这个维度有多高？非常的高。所以呢，你如果是用传统的 feed-forward network， 你要决定的参数量就极多。好，那所以呢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first hidden layer to that each hidden unit receive input from only a small local region of the image。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个网络，最好啊是说，我的这个 hidden layer 里面的某一个 neuron， 比如说这个 neuron， 它看到的 input 来自于，比如说这个区域内。好，那这个 neuron 它也许扮演的角色就是它是可以侦测鸟的嘴巴的一个 neuron。这样，附带一提，在我 Chapter 21的这个投影片里面呢，我会常常在画面底下放一些图，这些图，很多都来自于网络上，好，或者是别的老师的投影片，好，我这边事先声明，比如说像这个图就是来自于台大电机李宏毅老师的投影片，我把它截一小块出来，好，所以在这边先声明一下，好，所以我们希望呢，可不可以 hidden layer 里面的，这个 neuron 可能是侦测鸟的嘴巴啊，另外一个 neuron 侦测鸟的眼睛，下一个 neuron 针对鸟的脚，侦测鸟的脚。OK， 那我要侦测鸟的嘴巴，我不用整张图，总共1万维，我全部看啊，我只需要看某一个在空间上相近的那些维度就好了嘛。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分析影像的时候，我们要 take care 的第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这个鸟的嘴巴啊，假设这个 neuron 它是可以侦测鸟的嘴巴，鸟的嘴巴可能会出现在画面的比较偏左上角，也有可能出现在偏向画面的正中央，也有可能出现在画面的右手边、左手边。它可能是朝左的鸟的嘴巴，也可能是朝右的鸟的嘴巴。好，假设全部都朝左的鸟的嘴巴，事实上，它出现在画面的比较偏左上角，还是比较偏画面的正中间，它都是鸟的嘴巴嘛。所以说呢，我有没有可能？难道我要有一个神经元是专门侦测左上角的鸟嘴巴，有一个神经元专门侦测图片中间的鸟嘴巴吗？我可不可以共用呢？反正他们的 pattern 都是蛮像的，所以我能不能有一个网络，它是有所谓的 spatial invariance， 在空间上，不管是在这张影像的哪一个空间位置，只要它有符合那种比如说尖尖的某种形状的特性，它就有蛮高的几率被判别成是鸟嘴巴。有没有可能？好，所以它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spatial invariance。好，那为了达到这件事情呢，local， 所以我们 totally 整个加起来就是我们要达到 local spatial invariance。这件事情怎么做 ？Constraining the L 个 weight connecting a local region to a unit in the hidden layer to the same for each hidden unit。好，每一个 hidden layer 里面的每一个 neuron。看的就是一个小的区域，而且资讯可以共享。好，那其实，在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期，Young LeCun 他就已经提出了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所以说呢 ，CNN 呢就是能够符合这种
spatially local connection 啊，而且还有 spatial invariance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他要学的东西其实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 neuron， 我要学会，假设它是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拟人化的讲法，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说这个神经元是在学侦测鸟的嘴巴啦啊，并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讲，大家比较容易懂。今天假设它的功用是要侦测鸟的嘴巴，我们要学会的其实就是说自动学会这些我输入进来的这些 input 的值，我要乘上的这些 weight 要设定成多少，它比较能够描述鸟的嘴巴。好，那所以说呢，我今天可能是蓝色这个呢，我是专门侦测鸟嘴巴；橘色这个呢，我是专门侦测鸟的眼睛，这样子。好，那侦测鸟的嘴巴的这些 weight 跟侦测鸟的眼睛的 weight 就会不一样。那我们就说它是不同的 pattern， 不同 patterns of weights。好，所以对于一个 neuron 来讲，我们说它的这个 pattern， 它对应的 patterns of weights， 我们称呼它叫做一个 kernel。好，我们把这个 kernel apply 到某一个区域，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说 ，OK， 那这个区域它是符合这种条件、这种 pattern 的这个程度有多高 ？OK， 好，那同样的，刚刚提到说，鸟的嘴巴可能出现在左上角、右上角、中间、左边、下面都有可能嘛。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 pattern 呢，我们这个方框，这个方框这个 pattern 呢，我们会扫过整张图，因为鸟的嘴巴可能出现在整张图的任何某一个位置，所以有一个 pattern 扫过整张图。事实上，然后呢，每一个 pattern 照上去之后，我去进行运算，去进行乘法、加法，乘上对应的 weighting， 再加起来得到 response 这样的一个运算，老早在讯号处理里面就有了。这个动作叫做 convolution，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网络叫做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好，卷积神经网络。因为在传统这个讯号处理里面，所谓的卷积，就是我有一个 sliding window 套在可能是一个讯号，如果是一个一维的讯号，我就是一个 sliding window， 从左扫到右。每一个扫过去看到的范围内，我针对目前已有的这个讯号的值去做一些加法乘法处理，然后再扫，再移一格或移两格，然后呢再 apply 到新的这些资料点，再进行加法乘法，再移一格再加法乘法，再移一格加法乘法，这是针对一维的 case。这件事情就是 convolution。所以在座如果有人学过信号处理的信号处理就是早就已经有这个了。好，所以现在如果应用在影像里面，它的 sliding window 就是一个小方框、小的区域，然后呢，我一样就在图里面从左扫到右，一次移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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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格，然后呢，分别去计算这一格，我去做一些加法乘法、加法乘法，然后呢，一格一格，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convolution。好，那底下呢，这里列出来的是经典的 AlexNet。的这一个所谓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的架构，然后等一下这张图呢会一直重复的出现。好，那讲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有没有人问问题啊？看一下。好，期中报告作业说明上写一组一个代表就可以，但是除了缴交的人以外，其他组员都写缺交是正常的吗？不正常。所以写缺交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助教已经有打分数了，是吗？然后呢，没有交的就都没有分数，是这个意思吗？好，这部分请在场助教帮我确认一下，也许在群组上面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当时你的作业的说明，就是说你一组只需要有一个人代表上传的话，那一组就都算有交的话，那当然你的分数就是要给所有的组员啊。好，所以请
群组上面我忘记是谁负责作业3嘛？对，作业3是谁负责？好像是沈玉轩，对，跟他讲，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啦，我不知道成绩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好，那I'm not sure，我觉得搞不好还没有登记，所以说你这里上面写说缺交，可能是 NTU Core 上面显示叫缺交，好，那你的确是缺交，那是它系统你没有交，它就会写缺交，但是你真的你的组员有交，但是你如果没有分数，这是不正常的，好，所以我们再次请助教确认一下，只要那一组有任何一个人交。那一组的好几个人都应该要拿到分数啊，要确认这件事啊。好 ，OK， 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休息一下再回来啊。你可以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登记分数了。Homework 3是不是真的有分数登记上去？好。
这应该就是系统它预设这样的。了解，跟我想的一样，谢谢。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回来了。好，来我们接着讲CNN。好，那现在呢，
我们要如何达到我们一次只看 locally 的一个小的范围内的资料呢？假设我们现在的 input 还是一个向量 x， 那它的维度是等于 n。好，那我们某一个 kernel k， 你可以想象这个 kernel k 啊，你粗体字的 k 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集合，里面包含的就是对应的 weighting 就对了。好，那这个 kernel k 呢 ，size 等于 l。好，那也就是说它是包含 l 个参数的意思。那所谓的 convolution 呢，基本上在信号处理里面 convolution 习惯写的用星号来表达，好，这个星号来表达。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把我们的 input 跟我们的这个 kernel 中间去做 convolution。实际上怎么运作的，其实就是我 k 有所谓的 k1、k2 一直到 kl 嘛，我总共有 l 个参数 ，kj 乘上这一个东西。好，那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在表达说，我可能是去计算x 的第3个维度、第4个维度 ，x 的第3维、第4维、第5维，以及第17维、18维、19维，以及第27维、28维、29维。刚好第3维、第4维、第5维、17、18、19、27、28、29，刚好是在画面上是一个小方框的位置。好，所以这里看起来很奇怪，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它是乘上对应到那个小方框位置的那几个维度。好，所以说呢 ，K1 就乘上第3维 ，K2 乘上第4维 ，K5 乘上第5维 ，K6 呢？我在讲什么 ？K1、K2、K3、K4 呢 ？K4 乘上第17维，K5 呢乘上第18维，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如果对应到这里来，其实就是说，我本来呢，我这张影像，我本来应该是从左读到右，由上读到下，是一个n 维的一个向量 x。那我现在的 kernel 的第一个 weighting 会乘上这个位置的值，第2个会乘上这个位置的值，第3个会乘上这个位置的值，第4个 kernel 的第4个 weight 会乘上它转下来的这个位置的值，这个位置的值。那这些位置呢，就是由这些来决定。OK， 好，那如果我们今天以1维比较好看来看的话，就相当于是这样啦。假设呢，我今天是一个我的 input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向量5662565这样子。OK， 那我的 kernel 呢？我的 kernel 其实就是正一、负一、正一这3个参数，正一、负一、正一，所以它一次基本上就是看3个值。好，所以我如何去得到第一个 convolution 的值？我如何去得到 z 以某一个值为中心的那个 output 呢？那就是5乘1加上6乘负1加上6乘1。好，但是这加起来不等于5啊，应该是5，对，加起来等于5了。对了，好，5乘1加上6乘负1加上6乘以1，最后 output 出5，这个就是我算出来的，比如说 z 几 z2 好了，好，因为以第2个位置为中心，我得到的 output 的值 z2 等于5。好，那如果以 z4 来讲，以第4个位置为中心，我算出来的 output 就是6乘1加上2乘负1加上5乘正1，加起来等于9。所以9呢就是 z4， 好，对 z2、z4， 然后呢 z6 就是5乘1加上6乘负1加上5乘1，等于4。好，那这个呢就涵盖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几种特性。一个是你看我这个神经元一次只看一个 local 的 region， 就是这个神经元只看到566这3个 local 的 region， 这个神经元只看到625这个 local region， 所以这就有点像是说我某一个神经元只看一个小方框，然后这个神经元可能就是专门用来侦测鸟的嘴巴。好，那它的 pattern， 我这些 input 的数值有多么像鸟的嘴巴呢？就是
你看最后 output 出来的值就是，你看这个9这个，好，这个 response 最高 ，output 的值最大，代表说这个625这个 pattern 啊，其实最像我所心目中想象的那个 pattern， 这样子。好，实际上你看它的 kernel 的 weighting 叫做正一负一正一，这个的意义其实就是我要去找一个两边比较亮、中间比较暗的一个 pattern 啊。好，它才叫正一负一正一嘛。所以你看625是不是两边数值大，中间数值小，我的 response 的数值就大，对不对？好，所以这里就有第一个特性，我一个 neuron 只看一个小的范围。再来下一个特性，我这个 kernel 啊，正一负一正一的这个 kernel 是放诸整四海皆准，就是放在整个 input 的 vector 的各个地方，我都是用正一负一正一。所以你看哦，我用正一负一正一来处理这个，我也是用正一负一正一来处理这个范围。就好像说我鸟的嘴巴可能出现在画面的左上角，也可能出现在画面的中间，也可能出现在画面的右下角，但不管它出现在画面哪边，我去侦测鸟的嘴巴的 weighting 都是正一负一正一这样子。好，所以它就有包含刚刚的 local 这个所谓的 locally spatial invariance 的概念，这样。好，那实际运作就是如此。那以这个例子来讲，我今天所谓的一个 local region 跟下一个 local region 中间要隔多远啊？这中间叫做 stride， 就是跨步走，一次要跨几步的意思啦。以这个例子来讲，它一次跨2步，对不对？因为本来是以第2个位置为中心的，现在变成以第4个位置为中心，所以你可以看说，假设我是一个 sliding window， 我一开第一个 sliding window 横跨566，然后呢，我往右移2格。我下一个 sliding window 我横跨的范围就是625，对不对？这叫 stride 啊，它一次移几格这样。好，那所以这里就是刚刚讲到的嘛。好，那你如果有 stride， 比如说 stride 等于2，那会造成的结果就是说，我的 output 的值啊，就会比我 input 的值来的少，因为 stride 的关系。好，假设你 stride 等于 s 的话，假设你原本的 input 的维度等于 n 的话呢？你 output 出来的维度呢，大约就会等于是 n 除 x， 所以你看我的 input 有1、2、3、4、5、6、7个值，维度等于7，但我的 output 呢5、9、4只剩下3个，好，那这个就是因为 stride 的关系。好，那你也可以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就跨2步，我跨1步也可以啊。好，那你如果只跨1步的话呢？你的 output 的维度呢，就会几乎跟 input 的维度一样，所以你也可以说，我就第一维我566，然后再隔一格662，再隔一格625，再隔一格256，每一个都去乘上正一负一正一，去算出 output 的值也可以。好，那你如果硬要求说我的 input 跟 output 的维度要一模一样，那通常有一招就是所谓的 zero padding 嘛。好，你故意在第一个维度前面就是多一个维度，那里面的值等于0，最后一个维度呢，它的值也等于0，然后呢，你的 stride 设成1，那你就这样扫一次，你的 input 是7维，你的 output 也会是7维。好，我在做 convolution 一次一个 kernel 扫过去，然后呢，我去对应output 出对应的数值嘛。而这件事情又可以做好几次。好，我针对比如说像刚刚的这个例子，我在找的 pattern 是两边相对亮，中间相对暗的一个 pattern。好，那我就形成了第一层的这个处理。那我到了下一层，我可能想说，接下来我要来找说，偏右边比较亮，左边比较暗的，那它的 weighting 可能就设定成负1正1正1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那我就可以再往下做下一次的这个处理啊。所以我其实这个可以叠很多层，那就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提醒的，为什么 deep learning 好像
你比较瘦的 network， 然后比较深的 network 会做的比较好呢？当时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层一层做的事情相对简单嘛，所以像这个就是嘛，我可以说我从 input 层到第一层，我处理的是找两边亮中间暗的 pattern， 然后呢，从第一层到第二层，我找的是右边偏亮、左边偏暗的 pattern， 我可以再叠一层啊，那就是怎么样，更有看你的这个目标而定啊。好，那刚刚的这种假设只做一层的这个处理我们喜欢把这些运算描写成矩阵的形式，因为它就很适合放在 memory 里面，然后做同时大量的平行运算。好，所以其实像刚刚的这个动作我的 input 是不是5662565？这是一个7维的向量。我的 output 是594，实际上它相当于进行这个矩阵的运算。非常简单的矩阵运算，就是什么？就是我左边乘上一个3乘7的一个矩阵，这是一个7乘1的一个矩阵，然后最后得到一个3乘1的矩阵。好，那你可以看到说，我进行的这个运算这个3乘7的矩阵，你第一列是前3个有值，正一、负一、正一，然后再移2格，正一、负一、正一，再移2格，正一、负一、正一，这个其实就是在做 convolution。所以 convolution 这个动作完全可以描写成矩阵相乘，对吧？弄成矩阵相乘就嗨了嘛，对不对？我们以前学线性代数，我们最喜欢把什么东西都写成矩阵相乘嘛。好，在运算方面，我们更喜欢用矩阵相乘因为我们就可以直接有很多快速的矩阵的演算这种演算法。或者是说呢，就可以把它塞到 memory 里面去做很多快速的运算，这样。好，62565，那我可能是想说，我要先来找一下两边亮中间暗。其实我也可以针对5662565，我去找两边暗中间亮的那我就是会有另外一种kernel叫做，比如说负一正一负一，就是专门负责帮我在 input 的这个向量里面去找中间亮两边暗。我也可以找左边亮的右边亮的好，所以你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kernel 可以做。所以实际上对于任何一层的 data， 你都可以有很多种 kernel。第一，这么多种 kernel。不是只有一种那所以说呢，我是 strike 1 the output will be d times larger。所以说，假设你今天是 strike 等于1，所以呢 input 是一个7维的向量 ，output 也是7维的向量。然后呢，一种 kernel 你就会得到一种7维的向量，两个这样子的 kernel 你就会得到同样 input 是一个7维的向量。你的 output 就变成2个7维的向量。那你如果有第一种 kernel， 你就会得到第一个7维的 output 向量。好，所谓的第一个 kernel 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在你的 input data 里面找到哪 D 这么多种pattern 的意思。那至于 D 要多少，那就看你高兴嘛，看你设定成多少嘛。好，所以呢，为什么 AlexNet 它画成这个样子？它其实是最左边这个，其实是一张图嘛。这张图的维度是224乘224，然后呢，它的 kernel 是11乘11，也就是说，它每次在一个224乘224的影像里面，每次看一个11乘11的一个框框，总共有11乘11有121。好，也就是说，它一次只看121个 pixel， 然后呢，我这121个 pixel 每一个位置都会乘上一个对应的 kernel 的那个 weight， 就是可能是正1，可能负1，可能什么正 0.8， 可能负 0.25， 什么之类都有可能。好，那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kernel 那你如果做很多个 kernel 像到这里呢，可能是5个 kernel。所以呢，这是 AlexNet 的画法。它经过处理完之后，它的就是它的 output 的维度呢，因为 strike 等于2或者怎么样的关系 ，output 的维度变小了。
但是它的 output 变成有很多种不同的 output， 它有比如说它有5个 output 啊，因为它有5种 kernel， 所以它就画成好像一个立方体的样子。好，为什么会变成立方体？你本来不是就是一片影像就是一片吗？那现在怎么会变成5片叠在一起变成一个立方体呢？就是因为你用了5种 kernel 了。那针对这个5种 kernel， 比如说这里的 resolution 可能变成我不知道等于多少，这 stride 等于4啊，比如说它可能就变成什么5乘5好，5乘5，5乘5，然后看它5乘5，然后它有48个 kernel，sorry。所以呢，接下来呢，你每次都是看一个，在这个5乘5的范围之内啊，再去看你要用多大的convolutional kernel， 然后呢，你要用几个 kernel 啊，所以就一路下去，你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复杂的运算，这样。OK， 好，那所以简单来讲呢，你本来你的 input 是一个2维的影像，哎，怎么一经过 convolution 之后就变成一个3维的资料？啊，就是因为你多了一个 kernel 的维度，这样子啊，你有多少个 kernel 啊？那新增的多的这个 kernel 的维度呢，其实它没有什么相邻的性质啊。啊，什么？我第一个 kernel 所吐出来的 output 代表的是什么两边亮中间暗的 pattern 啊，第二个 kernel 吐出来的第2种 output 的这一片啊，代表的是什么？中间亮两边暗啊，所以并不代表说我相邻的，你在叠这个立方体的时候，相邻的这一片一片不同片之间有什么空间关系？没有，并没有啊，它只是对应到不同的 pattern 而已啊。好，另外呢 ，CNN 还有一种特性就是说，因为当时在设计 CNN 的时候啊，它有参考到我们脑内的这个大脑皮质层的这种相关的概念啊。我们以前一开始第1章我们就讲过嘛，好，要模仿所谓的 AI， 有一种流派就是说要模仿我们人的大脑的结构嘛。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之所以看得到东西，是因为光线进到在我们视网膜成像，刺激我们的视觉细胞，然后一路传，有电波的形式一路传，从我们的眼睛一路传到我们的脑内的皮质，所以它会经过很多层的传送，好，很多层的传送跟处理，好，那 CNN 也是会类似这样子，你就相当于是你第一层是做一开始的这是刺激。然后做一开始的这个视觉细胞的刺激，然后传给下一层的视觉细胞，再传给下一层的视觉细胞，这样子。好，那越深层的视觉细胞，它看到的视野范围越广，这个就所谓的 receptive field。你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像这个神经元，它看到的 input 其实就是这3个嘛。这个神经元看到 input 就这3个，这个神经元看到 input 就是3个。这是第1层。到了第2个 hidden layer 呢，这个神经元它吃的 input 来自于它、跟它还有它嘛，对不对？但是这3个人他看到的资讯是来自这里哦，所以就等同于我第2层的这个神经元，我观察到的视野范围是这一个5个维度的资料哦。好，以此类推，你再往越深层，它就看的视野范围就越广。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在 CNN 里面，你越深层的这个 layer 呢，处理的是越高层次的资讯，越 high level 的资讯，这样子。好，那在进行 CNN 的运算里面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特性，就是叫做 pooling 啊，或者叫 downsampling。好，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左下角这张图，今天这张影像，当它在高解析度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一只鸟。你假设把这张图缩小了，解析度降低了，它的意义是什么？还是一只鸟啊？所以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们如果是要去辨识它的概念的话，这种高阶的概念的话，它是不管它的解析度高或低，都隶属于同一种概念。那只要是我们能够看得出它的形体，我们的资讯没有损失到
极为夸张的程度，其实我即使用比较小张的影像，我还是可以知道它什么东西啊。好，在有这样的概念之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每次在经过 convolution， 我们处理完之后，我们其实是可以偷斤减两、偷鸡摸狗、偷懒的。也就是说，我们处理完之后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做一些适当的 subsampling、downsampling， 把资料量减少。那这样子有助于我们在后续的处理，我们可以降低很多的运算量，这样子。那常见的 pooling 的方式，一种叫 average pooling， 一种叫 mass pooling。先讲底下这个例子，这就是所谓的 mass pooling。好，这边呢，左边这个就是指说啊，我在经过某一次的 convolution layer 之后，吐出来的值分别是3、-1、-3、-1、-3、10、-3什么等等等等的，对不对？好，那如果我做的是在一个2×2的范围之内，我去做 max pooling 的话，其实意思就是说，我去看这个2×2范围内哪一个数值最大，3最大嘛，那我就用一个3来代表这个2×2的值。这里呢，谁最大？0最大，我就用0来代表这个2×2的值，以此类推。所以原本呢是16个资料点，16个值，现在我用4个值来代表它原本的资讯，这样子。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你不是丢掉很多资讯吗？事实上，这件事情就几乎等同于左边的这件事情。原本的鸟是这样高解析度的图，我其实每4个点取一个点，我做出来的结果就长这样。那你还不是可以认出它是一只鸟？对影像来讲可以做这件事，不见得每一种资料都适合做这件事，但是对影像来讲，它可以做这件事。好，所以呢，这个就是 mass pooling 的一个结果嘛。那如果是 average pooling 呢，其实就是把这4个点的值平均一下，用一个值来代表，就这个平均，用这个平均值来去代表这4个点的值，这叫 average pooling。那这件事情呢，可以帮助我们在进行以 CNN 来处理影像的时候，我们可以大量减少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运算量啊，因为我们要处理的这个资料点变少了嘛。好。OK， 那这边呢是介绍说一个名词啊，叫 tensor 啊。我们知道说，一般来讲，一维的 one dimensional 的啊，我们说这个是 one dimensional 的 matrix， 我们说它是一个 vectors， 对不对？然后一般来讲 two dimensional 的我们就称为它叫做一个 matrix。可是我们刚刚前面已经知道了嘛，我们每一个 output 的结果其实就是，如果以分析影像来讲，我的 input 是一个 two dimensional 的一张影像，根据一个 kernel 所吐出来的一个 output 就是一个 two dimensional 的一个 output， 我们称呼它叫一个 feature map， 对不对？那我会有这么多个 kernel 啊，所以我就会有好多个 feature map， 它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立方体嘛。好，那这种高维度的 matrix， 我们就称呼它叫一个 tensor。啊，所以为什么 Google 出的 Deep Learning 的 library 叫做 TensorFlow 啊？为什么叫 Tensor 这个字啊？因为它就是高维度的 matrix 的意思了啊。好 ，For CNN 呢 ，Tensors are a way of keeping track of the shape of the data。就是随着convolution 的进展啊，就是我们要一直去记住它的这个 tensor 的维度这个第1维、第2维、第3维，有的甚至有到第4维啊。Given a description of a network as a sequence of tensor operation, deep learning software package can generate compile code, highly optimized。好，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像 PyTorch、TensorFlow 都是针对处理这些高维度的 matrix 都是已经有最佳化过的。好，所以底下举一个例子啦，假设呢，我们现在处理一个很小张的图，只有256×256的一个 RGB 的图。好，这一张图就是这样。那我们一次处理64张图，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我们要去学这个类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去 minimize loss 嘛，而这个 loss 常常是 sum over 一小群 training data。好，那我们现在这一小群 training data 呢，就是有64张。好，所以我们有64张256乘256的彩图，这就是我们的 training data。好，那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的 input 就是一个 tensor。什么样的 tensor 呢？256乘256乘3，为什么乘3？因为 RGB 有每一个点有 RGB 3个字，然后呢有64张图，所以我们的 input 就是一个256乘256乘3乘64的一个 tensor。好，那假设呢，我们有96个 kernel， 每一个 kernel 是5乘5乘3，也就是说每一个 kernel 我们看的一个小的范围是5乘5。但是因为又有 RGB 3个字，所以我们每一个 convolutional kernel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小的立方体。然后在这整个，大家需要抽象的想一下哦，每一张影像都是一个小的立方体，256乘256乘3的一个小立方体。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5乘5乘3的一个小立方体，在这个大立方体里面做 sliding window 游走，经过处理这样。那假设 stride 等于2，好，那最终呢，它的 output tensor 就会是128乘128乘以96。好，为什么128乘128？因为我 stride 等于2。为什么96？因为我有96个 kernel。为什么64？因为我们有64张图。好，所以这个就变成我的 output tensor 这样。好，那所以这些 tensor 呢，就是所谓的 feature maps。好，那底下这个就是为什么 LSN 画成这样，因为它其实就是一堆你在运算的过程当中，经过好多次的 convolutional 的处理，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会有一堆立方体的这种 tensor 这样子，立方体还是画得出来的那有的时候是更高维度的，我们就画不出来了好，以上所讲的呢，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CNN。好。那 CNN 呢？这个大概2012年 Jeffrey Hinton 他们那篇Newsweek 的 paper 提出来之后呢，也就是因为那篇 paper，Alice Ney 那篇 paper 而开启了现在这个时代的 AI 浪潮嘛。等于说 AI 寒冬，AI 又再次爆发。好，那所以大家就发现，又回来了。那就开始用 CNN， 然后就叠的越多层嘛。好，所以当时一开始的 Alice Ney 呢，可能是5个 convolutional layer， 2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这2012年年底的事情。到了14年，牛津大学这个VGG， 如果有人用过，现在大概很少人用了有人用过什么 VGG16、VGG19？就是说呢。我就叠10几层的 convolutional layer， 然后最后面再接2、3层的 fully connected layer。这是2013年年底，14年年中的事情。好，就想说叠越深效果越好嘛，大家就继续猛力叠，就发现好像不对咯，我再继续往下叠到30几层、40几层，发现效果没有更好的。好，原因就在于说，又遇到一些瓶颈了，比如说梯度消失的这些瓶颈。所以到了2015年何凯明他们的团队呢，就提出了所谓的 residual network。何凯明以前一开始是在香港的大学念 PhD 后来有到应该是 Facebook 当研究员。那他现在是 MIT 的教授。好，那他们当年提出了 ResNet Residual Network 那它是一个 CNN 的一个变形。好，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本来呢，我在做深度学习网络我的概念都是这样，我的 input 是 ZI， 我第 i 减1层的 input 叫应该说第 i 层的 input 就是第 i 减1层的 output 嘛。好，那第 i 减1层的 output 叫做 ZI 减1。那我丢给第 i 层不就是丢给他，然后他就做这个事情嘛 ？f of ZI 减1，然后他就吐出第 i 层的 output 叫做 ZI。
对吧？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方旋做什么事呢？不外乎就是我前面乘上一个weight 的一个 matrix， 然后呢，再透过一个 activation function， 对吧？我就吐出了第 i 层的 output， 就是这样嘛。这个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喜欢把东西写成，在哪里啊？喜欢把东西写成矩阵相乘的形式吗？就是这个意思啦。这个就是 w 这个就是 zi 减1，然后这个就是等于 zi， 就这样。好，本来呢也就都是这样子嘛。那在这个概念之下呢，其实所有的每一次我多做一次 convolution 或多做一个这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每一层呢都必须要学到一些东西，一些有用的东西。好，然后呢，我吐出来的 zi 就会取代掉 zi 减1的角色。所以我对于这个网络的一个期待就是，你从 zi 减1的，我经过某一层的 mapping 之后呢，我得到新的 zi 了，那我 zi 会比你 zi 减1来的更好，我多得到了一些什么资讯，这样。好。Each layer must preserve the task relevant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preceding layer。也就是说，我的 zi 要保留原本 zi 减1已有的资讯，我都要保留住，而且我还额外多学到了什么什么资讯。这个是传统的 CNN 有这样的一个假设。但当你叠很多层的 convolutional layer 之后，就发现说，怎么到后来好像学不到更多新的东西了。我再叠更多层，我的效能就再也不上去了。好，所以很快呢，我们刚刚讲 VGG16、VGG19， 当时已经叠到19层、34层什么等等的，感觉已经超强了，可是效能再也上不去了。好，所以2015年何凯明他们提出这个想法，他说，我一个 layer 呢，也许我不要赋予它那么大的任务，好像每次都要学到新东西。我可不可以学？他在做的事情是 perturb the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previous layer rather than replace it entirely。也就是说，我对于每一个新增加的一群呢，我不期待他学到的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前一层的，而是我学到，我刚刚上面这一层为止，接下来我要再根据这样的基础，我多学到一点什么小的新的东西，这中间的一个残差，一个简单的相对简单的一个小的内容，我可不可以学到？写成数学式长这样，也就是说，他期待他的网路是学什么呢？我的前一层的 output， 也就是说我这一层的 input， 依旧是 zi 减1。我希望学的不是把 zi 减1取代掉变成 zi， 而是我希望学的是zi 减1的一个小变动，我给它调一下，瞧着嘞，瞧一下，然后呢，把它加到原本已有的资讯之下，然后呢，丢给 GRI， 得到下一层的结果。我想要去学的不是大范围的，而是怎么瞧。你可以这么想。好，那所以这个 function f 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residual 是残差值，就是差异值就对了。我们去学我 zi 减1可以再加上什么样子的一个额外的什么小东西，一个小的残差资讯，我能够把整个事情做得更好。好，那这个 residual 这个 function f of z 呢，其实它结构也是长这样的。好，你就把 z 减分成这样一个这个 w 这个 matrix， 然后经过一个 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呢再乘上一个 matrix v。好，所以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 w 跟 v 这样子。那底下这张图呢，就是原本 residual network 里面的图。
就他学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等一下再看这张图 ，copy 在这里来。好，那 residual network 呢，为什么会让我们有机会把网络叠得更深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F 是这样，如果今天呢、我们这个 function F 这里面的这个 V 如果是零向量的话，如果他学到的东西是零向量或者几乎等于零向量的话，如果这里是零向量，那这里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嘛？那这整个 f of z 就几乎等于零向量嘛？那也就是说，这里就等于零向量嘛？那它 zi 就等于是 gri of zi 减一。当我的 v 是学会是零向量的时候，那它就变成是传统的那种 convolution 的样子了。好，那假设今天的这个 gr 这里的 gr 这个，假设这个 gr 它是 ReLU 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原本的 zi 减一，所以它纯粹就只是把 zi 减一我丢给一个 ReLU 的 function 而已嘛。好，那仔细来看 zi 等于 gr zi 减一嘛，那其实就是 ReLU 这个东西嘛。那 zi 减一呢，就是原本的当时得到 zi 减一，也是因为当时第 i 减一那一层的 input 我做了 ReLU 之后的结果嘛。所以就相当于是你把这个 zi 减一解开，就长这样嘛。那你做2次 ReLU 跟做1次 ReLU 结果是一样的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是谁？这个就是 zi 减一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的 V 是谁 ？V 是这个 F 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如果我的 V 学会的是零向量的话，我的 zi 就会等于 zi 减一。也就是说，我什么事都没做，我什么事都没做。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你看哦，我们这里的特性是，我希望学会一些残差值来扰动我原本的 zi 减一，来让事情表达得更好。如果今天 zi 减一已经表达得很好了，那么我这个 function f 所学到的 v 很有可能就很接近零向量。如果他学到的很接近零向量，那也就是说他原本的 zi 已经很好了嘛，我不用再去做任何的 perturbation， 不用再去扰动它，那我就让 zi 减一就等于 zi， 就结束了。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一些影像如果比较简单的，它也许经过5层的 convolution 就已经辨识得很不错，就已经表达得很不错了。那我如果硬要用一个20层的网路来去处理这个用5层就可以表达的好的资料的话，那我就第6层、第7层、第8层、第9层，我自动就会学到说，这一类简单的猫猫狗狗这种简单的图，我根本就不必用到20层，我前5层就解决掉了。从第6层开始，我对应的这个 v 都等于0，所以就相当于我虽然我的网络有叠到20层，但是我只取前5层的能力，我就解掉这个问题了。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要辨识的不是猫猫狗狗啊，我可能是要辨识一样，我要什么来讲？马达加斯加大蜥蜴，类似像这样一个超级奇怪的、很少见的生物，那我可能就得要用到20层的仔细的一个处理。那时候如果是针对这种影像，我就得要用到它20层的能力。OK， 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它让它多一种弹性。你如果有需要，我就用很多层，
去描述它。你如果不需要，我也让你有机会不必用到那么多层。啊，因为你简单的东西，你硬要弄那么多层，你可能就会出事，你可能 overfitting， 你可能会弄巧成拙这样子。好，这就是因为 residual network 的提出，所以呢，当时这个应该是何凯明他可能他好像一开始在 Microsoft， 所以当时residual network 啊最早跌到152层，就是 Microsoft 他们啊，然后效果又比之前的什么 VGG19 那个又表现得更好啊，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发生，所以有机会可以跌更深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residual network 的部分。好，那我在考虑要不要先休息，先休息好了，这是一个段落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Slido 上面有没有问题。刚刚前一段有同学问那个什么，如果缺交，那个到底是不是正常？事实上，我刚刚请助教确认的，就是说我们的 Homework 3其实还没有改完，所以分数还没有登记上去啊。所以呢，你说上面写缺交是正常的，因为你真的缺交啊，但是你会有分数，因为 NQ Core 上面就写说，就有交就有交，没交就没交嘛。只是说我们助教会有责任说，今天只要你的组员里面有一个人交，你的分数就应该整组的组员都应该要有分数了。好 ，OK， 好，期末考准备的指引，助教一直有人反映说声音那个，所以你要随时盯着线上是不是有人在讲说声音有问题期末考准备的指引吗？一个学期内容很广，细节很多，不知如何读。推导公式需要背吗？好，那些数学公式不用背，不用背我们也不会考大家这些数学的推导，我们考的都是问答题，我们考的都是问答题。那难度怎么样？难度落在哪？这东西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难度落在哪里？我们考的都是大方向说实在的，就是大方向。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可能就问你说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有哪些特性？请写出至少2个特性，类似像这样，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没有具体？或者是说，为什么 Deep Learning 为什么2012年之后 AI 会再次大爆发？有哪些主要的因素？请写出这3个主要的因素。我们刚刚上课都有讲了，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OK， 好，那当然，你如果真的硬要讲，有一些比较数学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至少你一定要知道嘛，比如说贝氏定理，你一定要知道贝氏定理然后比如说梯度下降法是什么意思？梯度是什么意思？那我怎么去 update 那个 W？ 那为什么梯度下降法是这样子运作？你大概知道吗？好，有2次断麦，跟接下来有极大概率出现长时间断麦。好，谢谢。我等一下就马上换另外一个蓝牙麦克风。好，那我这个就可以先充电了。好，那我们先上到这边休息一下再回来。
会现在换一个麦克风，你们等一下确认一下这个麦克风有没有声音。有吗？新的麦克风有声音吗？啊，好好，谢谢。
好，我们要继续回来上课了。好，那上课前好像应该先讲一下我们第一组通关密语嘛，啊，1903啊，帮我记一下，啊，随便乱讲，我都随便乱讲的啊，1903。好，那接着呢，开始来讲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呢，我们要学这个类线性网络，最主要就是用梯度下降法嘛。好，那其中呢，我们之前也提过的，就是这个大家如果跑过 deep learning 也都知道，常常用的是这个 SGD（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有没有？那之所以叫 stochastic， 就是因为我们每次都从训练资料里面随机挑一小部分出来，比如说64笔。128笔这种然后gradient descent 就梯度下降法。那整个 update 的式子都还是长这样任何的某一个 W 都会根据梯度的反方向作为阿尔法这么多步，而阿尔法呢就是我们的 learning rate 那 loss function 的话，那就看你的问题而定你高兴看你用哪一种 loss function 这样子好，那这里讲到一些实际的一些小的知识啦就是说为什么要 stochastic？ 因为 stochastic 可能可以帮忙我们跳出一些local optimal local minimum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为什么一次要挑一小部分出来，而不是你整个 training set 的 loss 都全部算起来加起来呢？因为你一次只挑一部分出来，你算 loss 的时候呢，你就只需要算这些小部分的 loss 你算起来比较快。那所以呢，你就可以比较长去 update 你的这些 W。但你如果把整个比如说10000张或者100万张训练资料的 loss 都算出来加起来，那你只 update 一次有实验证明说，你就算每一次的 update， 你每一次的 loss 算出来都不是最完美的 loss， 但是你 update 很多次，这样子的做法比你算出最准确的 loss， 然后 update 一次还来得好。这样，那你还有一个原因呢，你这个 mini batch 就是你随机挑出来的这个 batch size 要多大呢？常常会跟你自己的 GPU 的 memory 比如说你 memory 最多刚好可以塞64张影像，那你就用64因为它有平行运算的一些好处那再来就是说 learning rate it's usually a good idea， 就是说 decrease over time， 这个观念从我们第一个作业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嘛，对不对？第一个作业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模拟退活法，当时就讲说在 learning 的过程当中，一开始要积极一点， learning rate 高一点，随着你 iteration 越多，你呢就趋于稳定，你就 learning rate 就小一点，对不对？你看从我们学期初讲到现在都是这样的观念，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大家现在还年轻，就应该要做一些高风险高报酬的事情，去尝试错误如果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就要保守一点都是一样的概念好，那在学习的这个技巧上，还有一种就是说，当你要跳出，你如果想要去跳出这个 local minima 呢，还有一种 idea 叫做 momentum 就是所谓的惯性那你可以想象底下这张图，这一样是来自于李宏毅教授的投影片就好像说今天这个曲线就是我们的 loss function 的那个曲线那你可能随机从某一个点出发这意思是说你随机决定某一个 W， 它对应的 loss 可能是这么高。好，那我们就朝什么梯度的反方向嘛，往梯度你那个 loss 下降最快的那个方向来走我们就发现应该要往右走。好，那我们就往右走，走若干长度，那我们就走来这里。好，那接下来呢，再算一下梯度，还是要往右走就往这边走，走到这里。好，那理论上呢，你可能就会卡在这个 local minima， 因为它已经走到一个凹谷的地方。好，但如果说呢，你每次在决定你的移动方向跟移动的量的时候呢，你有考虑到前一刻的
这个惯性的话，好，比如说刚刚这边你移到这里来，明明这里其实已经有一点平缓了，啊，有一点平缓了，但是因为你刚刚从这边冲下来，有一个惯性嘛，你还是会有一个惯性要往那个右边那个方向多走一点，所以它可能就会走到这里来。那当你走到这里来，它已经是一个凹谷了，所以它的 gradient 已经等于0了。但是因为呢，你刚刚前一刻还有往下冲的这个惯性，你还是让它稍微有一点往右边探索一下，那你可能就走到这里来。走到这里来呢，你的惯性已经剩下一点点了，你反而其实你的梯度，红色这个梯度是要你往回滚的，但是呢，你惯性呢还是有一点惯性叫你往右走。啊，今天在各方拉扯之下，你说不定就有机会翻越这个小山丘，跳脱这个 local minima。啊，这个就是 momentum 的观念。啊，那你说，那这么幸运啊，这个就让你跳脱过，那难道每次我都可以跳脱吗？啊，当然不见得。啊，这个就是看你 momentum， 你要重视的程度有多高，然后你 momentum 有多大，什么等等等等的。啊，它不见得每次都有用。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有用。这样 ，OK。那再来就是说，进行一些运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overflow、underflow 啊、rounding error 的这些问题。好，那这个有很多时候是更多时候是关于模型大小的一些考量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做相对比较轻量化的模型，你要把模型轻量化，可能有很多招式啊。有一招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就是知识增六啊。我们目前在我们 Chapter 21这边没有介绍 Knowledge Distillation 啊。那另外一种可能是说，我要去做模型的精准度，我把它的数值的精准度原本用16个 bit 变成8个 bit 或者变成4个 bit， 那我要用来表达这个模型的参数的这个 data 的 size 就变小。OK， 当然我要做一些牺牲，准确度我可能就做一点牺牲啊，等等的。好，那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 learning 的一个实际的应用的技巧了哈。好，那学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可能就学到你可能validation error 再也不会降低啊，或者是说达到某一个 iteration 为止这样子。好，那整体而言呢，这个抽象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要去 update 这个每一个 neuron 它对应的很多不同的参数。好，所以现在假设以 H 这个 neuron 为中心，啊，那当时呢，可能是它前面一层有 F 这个 neuron 会传讯息给它 ，G 这个 neuron 会传讯息给它，啊，然后呢 H 经过处理之后呢，它的 output 会传给 J 这个 neuron， 传给 K 这个 neuron， 啊，那一路的由左到右这样传下去，这是一般的在做 inference 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在做 learning 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backpropagation 嘛。所以是从最尾端把预估的误差的资讯一路被 propagate 回来，一路的回传回来，从右边传回左边。好，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仔细来看呢，当我现在是被 propagate 一路回到 H 这个 neuron 的时候呢，好，我们要计算的其实是比如说从 J这边被 propagate 回来，由误差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就是这个 loss function L 对 HJ 做偏微分。好，那 HJ 就是我从 H 传到 J 的这一个这里的 weight 针对这个 weight 来做偏微分。那除此之外呢，我也会接收到从 K 这边被 propagate 回来的这个值，好，所以其实针对我 loss function 对 H 做偏微分来讲，其实包含了有 HJ 跟 HK 的这个偏微分的这个值，好，那同样的，我有了这一个针对 H 的偏微分的结果，我一样会继续一路被 propagate 回去到 F 跟 G， 好，所以说呢，如果是针对 FH 这个 weight 来做偏微分的话，它可以拆解成是 L 对 H 做偏微分，再乘上 H 做
对这个什么 FH 做偏微分啊，以此类推啊。所以我想大家大概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好，那所以这个 backpropagation 呢 ，process begin with the output node， 从最右边一路 backpropagate 回来。最早一开始呢，是 loss function 对 yj head 做偏微分，一路 backpropagate 回来，这样。好，那所以呢，一直虽然说演算法有很多的进步什么等等的，但是像这样子的 backpropagation 的方法，用来学会类神经网络的参数，这件事情其实在1980年代就已经是这样子的演算法了，一直到现在2025年了，我们还是在用这样的演算法。好，那这种 backpropagation 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需要储存 most of the intermediate values that were computed during forward propagation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gradient in the backward path。好，也就是说，这张图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出现在第10页跟第11页的那个推导过程。这个就是被 propagate 回来一路要乘的这些东西。好，那而且如果很多层的话，就是它要乘很长。好，那它的缺点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存起来啦。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算，我们现在要 train 一个所谓的比较大型的类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要有够大的 memory 啊，因为我们要存很多东西啊。好，那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很多的小的技巧，跟最近大概过去这10年10几年的一些新的进展，让我们能够去 train 这个 deep learning 的 neural network 啊，能够 train 得更好。好，有一招呢叫做 batch normalization。好 ，batch 我们看到 batch 这个字，我们知道嘛，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这个梯度loss function 在算 loss function 的时候，我们是 based on 一个相对小的一个 training 的资料子集合，这叫一个 batch 嘛。好，比如说64张。好，所以我们在跑我们的这个 SGD 的时候呢，就是算这64张所造成的，我去做 inference， 然后呢，它所造成的这个预估的误差，然后一路被 propagate 回来。好，那 batch normalization 的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某一个网络里面的某一个 node， 这网络里面的某一个 node Z， 好 ，the value of Z for the M example in mini batch are Z1, Z2 的 ZM， 所以我针对这 M 张图，本来呢，我现在有某一个神经元，我吐出来的值啊，针对第一张图我吐出 Z1， 针对第二张图我吐出 Z2， 以此类推。好，那所谓的 batch normalization 是说，我不是直接吐出 Z1, Z2 的 ZM， 我是吐出 normalize 过后的结果。怎么 normalize 呢？就是把我本来应该是要吐出 ZI 的，但我给它正规化一下，我吐出什么 ？ZI 减掉 mu 呢就是 Z1 到 ZM 的平均 ，sigma 平方就是 Z1 到 ZM 的变异数。我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normalization， 然后呢乘上 gamma 再加上 beta， 其中呢 gamma 跟 beta 呢是两个可以自动学的参数 ，epsilon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正的数值，避免我的分母很接近0，就这样。所以相当于我不是直接吐出 ZI， 我是吐出 normalize 过后的 ZI， 这样。好，那所以差别就在于说，我吐出去的东西是不是有被 normalize 过嘛？好，经由实验证明，你有做这个 batch normalization 呢，会让我们去学这个 neural network 的参数可以学得更好。好，没有 batch normalization 的话呢 ，information can get lost if a layer's weight are too small。我们偶尔就会碰到说某一层的那里面的 weight 的数值都很小，那之后就是你有一个，你看这个一大堆的 layer 的 weight 会乘在一起。如果里面有一颗老鼠屎很接近0，你一乘之后，这整个几乎就等于0了，就
挂点了，完蛋了。那过程当中有某一个，只要有任何一个老鼠屎，它是几乎等于零，你一乘之后就几乎等于零了。好，那但是呢，你如果做这个 normalization， 它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好，那它可能是 weight 本身很接近零，或者是说它的这一个 layer 里面的很多的 neuron 或者怎么样，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 啊很接近零。啊，那都会造成这些问题啊。那所以你有做 batch normalization 呢，可以大大减少这种数值上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讨论一些关于 generalization 的一个 issue 啊，一般化的 issue 啊。当我们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刚刚前面有讲过哈。如果今天有一个3层的网路跟一个11层的网路，如果这3层网路的参数量跟这11层的网路的参数量差不多的话，你说怎么会差不多？有啊，有可能啊。我如果是3层的网路，那我每一层有1000个 neuron， 跟我有11层的网路，我每一层的 neuron 只有，比如说50个，那它经过排列组合之后乘起来的所需要处理的这个参数量可能差不多。好，所以说在参数总量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你是把它安排成3层呢，还是安排成11层呢？好，经有一些实验啊，可以证明说，其实你弄成11层，你用着比较瘦，但是比较深的网路的话，一般来讲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这里的 Y 轴指的是 test set error， 就是误差值。你可以看11层的误差值相对比较小，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你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OK， 看起来好像叠得越深越好嘛，那我就猛力的叠嘛。好，那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前面有提过的，你猛力的去叠，不见得一定会越叠越深越好。好，还好后来呢，何凯明他们有提出所谓的 ResNet， 所以你可以叠得很深。OK， 这好像可以，但是你要叠多深呢？事实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针对一个问题，你要做影像辨识好了，你针对不同的 data set， 你要叠几层，事实上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好，所以大部分的人会怎么做？就是叠看，试试看嘛。我叠5层看看，叠6层看看，叠7层看看，叠10层看看，对不对？好，那我们后面好像还会提到有一个研究的分支叫做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就是自动决定要叠几层会最好。这是一个 issue。另外一个 issue 是说，这个有人就发现啊，前几年就有人，大概2014年左右就有人发现说，我原本这张影像呢，我如果丢给 AlexNet 去进行辨识，它可以很清楚辨识它就是一只熊猫。可是我如果把这张影像，我加上一个很小的 noise 的 pattern 啊，比如说加上 0.07 乘上一个看起来完全都是杂讯的一个值，它吐出来的结果呢，可是你如果把这张影像丢给一个 CNN， 他说它是一只大猩猩。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adversarial example，adversarial attack， 就是说你今天你要让一个 CNN 或某一个类神经网络失效，可以很简单，它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就是你在里面加一些 noise pattern， 你就误导了这个影像辨识的模型了。好，那所以说呢，在过去几年里面，这个就是矛与盾之争嘛，就有人去研究说 ，OK， 我要好好的训练我的模型，让它不被这样子的 adversarial example 误导。好，就是防御。那有人做防御，就有人做攻击啊。有的人呢，就去研究说，我要去加什么样子的 pattern 可以突破你的这样子的防御。
我加了这个 pattern 就很容易误导你，把原本是熊猫辨识成别的东西。好，这是两方在拉扯。那这个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进行中的一个研究题目。好，那一般来讲啊，好像攻击方目前是有点占上风。好，就是我要让一个网络失效，好像相对比较容易。我要让它可以防御很多不同的，相对比较难。好，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几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题目就是 defect detection 嘛，对不对？好，就是比如说今天是现在这个越来越难了啊，因为现在生成网络的关系，生成的东西就是假可乱真呐，对不对？你都看不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当然，那种玻璃感啊，或者说太完美的，通常都假的啦。好，太完美通常都假的。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issue。好，那所以刚刚这里提到了，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比如说 LSA 最早5个 convolutional layer 加上2个 fully connected， 那后来叠了19层，后来叠了34、152层，我怎么知道要叠几层啊？很不幸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你，针对某一个问题应该要叠几层。你不会知道的，没有，全世界应该没有人知道，好，没有标准答案的。那所以有一类的研究就叫做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好，这个研究呢，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有人用所谓的基因演算法，比如说基因演算法我们也教过大家嘛，对不对 ？Genetic algorithm， 你如果有办法把一个类神经网络的结构表达成 chromosome。表达成染色体，然后呢，你就去调整你这个用基因演算法去演化你的这个染色体，挑最好的，好，然后再衍生出下一代更好的，再衍生出下一代这样子。所以很早之前就有人用基因演算法来自动决定我的网络的结构，我的 kernel 的 size， 我的 stride 要多少，等等等等的。就有人用基因演算法来做，那也有很多人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啊、Bayesian optimization 等等方法来做。那也有我们曾经在2021年，我们发了一篇 paper， 也曾经用过把这整个描述成是一个可以微分的一个 space， 来把网络的结构变成是一种参数式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预估出一个最佳的一个网络结构，好，那这个是所谓的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好的这样的一个演算，好，那这一类的问题，其实这一类研究最大的一个困难点就是说，不管用基因演算法也好，用我预估的也好，我要大量的一直去 evaluate 一个网络到底运作了有多好。就好像说，如果基因演算法，我某一组染色体，我要去算说，我这组染色体的 fitness 嘛，它表现的有多好？今天你一组染色体对应的其实是一个网络，你怎么去评估这个网络好不好？你说可以啊，我就是反正我有 training data， 我就去根据这个网络结构，我去 train 一发之后，我就可以去预估它的 validation accuracy 嘛，是这样没有错，可问题是。你要去训练跟测试很多的网络，你每一次都要去训练测试，你可能有几千几万个网络的结构要去训练测试，好，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核心困难点了哈。那所以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研究的分支，比如说，那我就用少一点的资料集去 train， 很快 train 完，很快去 evaluate， 好，或者是说the small numbers of batch， 好，然后你先用少量的 batch 去 train 它，然后呢，用它的结果来去预估说 ，OK， 整体而言它大概效能是如何，或者是说呢，你预估出来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网络结构，我就把它简化一下，好，就是有点偷精减量，好，那就是把它再变少变小。变得比较好 train 啊 ，train 完之后呢，去预估它完整的版本可能效能如何，或者是说呢，我干脆就 train 一个超大的一个网络，
然后呢，我每一个预估的网路都是这超大网路里面的一个子集合。好，所以说我有了这个超大网路之后呢，我就可以，你说你预估是 A 这个子集合，那我就可以去评估说 ，OK A 这个子集合大概效能是如何。好，总而言之，这里有一大堆各式各样不同的研究，就所谓的 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小技巧叫做 Weight Decay。那更早之前呢，我们曾经讲过，在做 Linear Regression 的时候呢，我们有讲过一个所谓的 Regularization 很难念。好，当时讲 Regularization 在干嘛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找出来的 Linear Regression 这个线性方程式啊，最好是越简单越好。好，所以我本来可能要决定，我本来应该是什么 n 为一次方程式，比如说100为一次方程式，我希望里面的这个 weighting W 啊，能够越简单越少越好。所以当时我们就讲说，我们在做这个 regularization 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 W 的值的平方加起来，也当成是 loss function 的一部分，好，那目标就是说，我们希望很多的 W 最好都等于0啊。好，那现在到了类似移动网络的时刻，我们也蛮希望，虽然说我们叠很多层，然后每一层可能有1000个神经元、500个神经元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一些没有用的神经元，它对应的 weighting 都设定成0。它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复杂。好，那这件事情为什么 make sense 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个范例一样来自于李宏毅教授的影片。假设我们今天是要建构一个手写字体辨识的一个网络辨识0、1、2、3、4、5、6、7、8、9这10个数字。好，那如果说呢，我用的是这个 fully connected network， 而不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所以这一张这个假设这是一个16×16的一张图，所以从左读到右，由上读到下，我总共读了256个 pixel。好，那一张图我就用256维的一个向量来代表它，这样。那大家知道说，其实呢，我在手写字，在这个一个16×16的一个小方框里面，我写0、1、2、3、4、5、6、7、8、9，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其实最右下角的这个 pixel 根本就不会被写到嘛，对不对？谁写字会故意写到最边边也许有啦，有人写字很文青风，写2就2，然后那个尾巴就弄很长，偶尔可能会写到最右下角那个点但大部分其实不会嘛。2就是你就写在中间就是这样子嘛，2这样。所以不管是0到9的哪一个数字，你几乎不会写到最边边的这个点。也就是说，如果以 fully connected network 来看，最编号256的这个点它连出去的 weight 几乎没有用，它对于你去分辨0到9的数字几乎没有用。好，那我们也不要那么武断的说这个点就一定没有用嘛，我们让它自己学行不行？对不对？好，我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说，我让我每一次的 update， 你看我回到某一页有那个梯度下降法那个地方的那一页，有一个截图在哪里？在哪里？找不到。这里这里呢就是我的 weight 的 update 嘛，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这样？我不仅是 wi update 成 wi 减掉 alpha 的 gradient， 我还这个 wi 我还故意乘上一个小于1的数字，比如说 0.99 这样，或者 0.98。所以呢，你看每次对应到最右下角那个点，几乎都没有梯度的值，因为没有人会写到那个点嘛，很少
写到那个点，所以它梯度几乎都等于零，所以它几乎每次一直都维持在 WI。但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它明明是个废猪队，也不是猪队友，它明明是没什么用途的一个 weight， 我却一直让它维持是 WI 那个值，所以我就这样，我决定，我每次 update 啊，我就乘以 0.99。那如果我发现，我丢很多次的 training data 丢给他，他的 weighting， 他的 loss， 应该说，他都没有任何的梯度的值。当我 update 过很多次之后呢，我乘很多次的 0.99 之后呢，它的 weight 就会几乎怎么样？趋近于零。如果它今天是一个都没有被别人影响，都没有任何影响的一个 weight 的话，它经过乘很多次的 0.99， 它就会很接近零，所以它就整个萎缩掉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叫做 weight decay。这里经过很多次之后，它就萎缩了。它对应的 weight 几乎就，它这里连出去的这些 weight 几乎就都等于零，因为它完全没有什么帮助。这一招叫做 weight decay， 所以它就帮助我们把很多没什么用的 weight 变成零了。这件事情的目的就跟我们之前在做 linear regression 之后的那时候所做的这个 regularization 是非常接近的。好，这叫 weight decay。还有一招，在实际训练的时候，还有一招叫做 dropout。dropout 这一招呢，很简单，也是这个 Jeffrey Hinton 他们提出来的，很简单却有用。它的概念就是说，我会随机的挑一些 neuron 的 weight， 把它truncate变成零，就这样，就这么暴力，就这么无脑而暴力，可是却有用。好，实际的操作就是说，对于每一个 mini batch， 有某一个几率啊，比如说 P 啊 P 假设设成 50% 好了啦。好，在 50% 的几率的情况之下呢，有这个 unit， 它的 output 呢会乘上 P 分之一。好，不然呢就 output 出零，就这样。我应该说，我随机的选择某一些 output 的值，不管它原本经过运算之后的值是多少，我就是硬把它截断，让它 output 成零，这样。好，如果是 P 等于 50% 的话，也就是说，我现在呢，针对这个神经元，我已经算出它的 output 哦，但是我要不要传出去呢？我先丢一个骰子，我先丢一个硬币，这个硬币如果正面朝上，我就把它的数值乘上 0.5 分之一传出去；如果是反面朝上，我就传出零，我就把它 output 出零。我不管你原本的数值是怎么样，我就传出零，这样。这一招叫做 dropout， 好。而且是随机的，不是我会 output 出零的 neuron， 每一次可能都不太一样。好 ，this process produce 在概念上如果你今天这个 neuron output 出是零的话，就代表说你把它 output 出去的那些 weight 都截断的意思，都把它砍断的意思，相当于它形成一个比较细的、比较瘦的一个网路的意思，而且这一次的瘦的方法跟下一次瘦的方法还不一样，概念上是这样。那我们 repeat 这样子很多，在 training 的时候，我们一直不断的 repeat 这件事情，所以相当于，我这一次的 training 这个 batch， 我可能是砍断编号1357的这几个 weight， 这几个连结，下一次我可能随机砍断2468，再下一次我可能随机砍断1478。所以相当于我不同的 training epoch， 我其实是在 train 不同的子集合的网络的意思。等到了进行 testing 的时候，我就是怎么样全员出发，我整个网络全部都出发。
好，所以每一次 training 就相当于是我随机砍断一些 neuron， 砍断一些这些 weight 的意思。等到 testing 的时候，我就是全员出动。所以概念上 dropout 这个概念呢，有点像是在 approximate ensemble of thin network 的意思。ensemble 这个字大家现在知道了吧？就是一堆的意思嘛。所以相当于我在模仿，我去 ensemble， 我去 collect 一堆比较细长的网路的意思。好 ，hidden unit train，被 train 的就是这些没有被砍断、被保留下来的这些 hidden unit 呢 ，learn not only to be useful, they must also learn to be compatible with many other possible sets of other hidden units that may or may not include in the full model。我不只要我本身这个 neuron 我要运作得很好，我还要尽可能的学会其他 neuron 的能力的那种感觉，因为其他 neuron 可能随机的会被砍断，所以最后整体而言呢，每一个 neuron 呢都学会了超能力，有120% 的能力的那种感觉。好，所以就有点像是每次在进行，就好像大家在做这个期末报告啊，你4个人一组，你每个人心中在做这个 project 的过程当中，心中都想说，我隔壁的那队友可能是猪队友，好，所以我要表现的好一点，不然他如果在那边摆烂，因为他可能今天随机编号2号跟4号队友在摆烂，明天随机可能编号1号跟4号在摆烂，后天可能是编号1号、3号在摆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危机意识，就是说，这是拟人化的讲法，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随机意识，都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我的队友随时都有可能在摆烂，啊，明天我可能也摆烂，那我的队友就要 cover 我，所以每个人学会的能力就变强了。等到最后期末报告的时候，全员出动，4个队友都不摆烂，那就表现很好，这样，这就是 dropout 的一个概念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讲到这个网络的训练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样的 generalization 的问题。好，那我们讲到这边为止啊，我们比我预期当中讲的慢很多。好，那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议题啊。我们介绍完前面主要都是 fully connected network，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讲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然后有这些训练的议题。好，下一个段落。在讲下一个段落之前呢，我们先讲第2个通关密语好了，1102啊，11月2号，1102啊。好，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所谓的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呢？因为在很多的问题里面啊，我们需要考虑到前后文的关系，或者是先后顺序的关系，或者是时间先后的关系。比如说有一个这张图一样来自于李宏毅教授哈，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叫做 slot filling 的问题，就是一个句子里面我们会把每一个字它对应什么意义，要把它分类出来。所以说今天这个句子啊，可能是叫做 arrive Taipei on November 2nd。好，那我们就要说这个我的目的地 Taipei 这个字呢，就是目的地，那 November 2nd 就是时间。arrive 是一个动词，它在做这样子的不同的字的一个分类。那你可能是这样子讲话，你也可能说 I want to leave Taipei on November 2nd。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November 2nd 一样代表的意义是时间，可是这个时候呢，一样是 Taipei 这个字呢，它就不是 destination， 它不是目的地，而是出发地，所以一样是 Taipei 这个字。有时候代表目的地，有时候代表出发地。那我怎么知道它是目的地还是出发地呢？那我就得要看它的前后文嘛。它前面是 arrive， 它就是目的地；它是 leave， 那它就是出发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处理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是单纯只要处理我这一个 input 是 Taipei 这个字就好了。我不是把 Taipei 这个字转成一个向量，然后叫它去进行分类就好了。我们除了这个 Taipei 这个向量之外，我还要考虑到它前面那个字的向量所代表的资讯，或者前一个时刻的时间点，我的这个向量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让类神经网络能够处理记忆，要有 memory 的资讯。好，那我们就要设计出一种网络，它有一些 internal state 能够代表记忆的。那我每一个时间点，我现在接到了一个新的 input， 我要考虑到说，我之前曾经看过哪些资讯呢？based on 这些资讯跟我现在这个 input， 我要吐出一个 output 啊。那这个就是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好，那当然呢，你也可以说，你可以再次 apply Markov assumption， 就是说，你考虑到之前你所看到的资讯，那你要看多久？是从一开始到现在的资讯我都要保留呢？还是说是前一刻的资讯呢？还是前2刻的资讯呢？好，这时候你又可以 apply 所谓的 Markov assumption。所以 given 目前的时间点的资讯跟前一刻的资讯，我如果是所谓的 first order 的 Markov assumption 的话，那我可能就是目前的 input 跟前一刻的资讯，然后我丢给某一个网络，我就吐出这个时刻的资讯跟 output 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讲这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啊。好，来，那因为我们最后都必须要有时间保留给抽奖嘛，我们先来看一下 slide 上面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一下哦。Weight decay 是不是会比 dropout 好啊？因为有可能 dropout 把有用的丢掉了。好，这个同学问的不错啊。没有谁一定比较好，没有。那 dropout 呢？它也不是真的丢掉，它只是在 training 的时候，概念上把它丢掉，它没有真的丢掉哦。它只是这一次编号135，它的 weight 是没有作用的。那到了下一次呢，它可能就有作用，下一次变成编号246没有作用。好，那这是在 training 的时候随机的某一些 weight 会 disable 变成没有作用，可是等到 testing 的时候，全部都回来了，全部都回来了。好，而 weight decay 呢 ？weight decay 是你训练很多次的过程当中，那个 weight 真的会被你变成0，它真的会被你可以说它真的被你丢掉了。像对应到整个画面右下角的那个点，它真的没有用，它真的会被你decay 到变成0。好，所以你如果要讲真的丢掉，说实在的 weight decay 才是真的丢掉 ，dropout 没有真的丢掉。好 ，NER 这个技术算是 RNN 的应用啊，请问一下 NER 的全名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 NER 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讲话要讲完整。好，你等一下，也许你可以补一下 NER 是全名是什么？好，来，在等待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先秀一下线上的这个同学，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好，去填线上的表单。那我们现场的同学，我们现在请助教发号码牌。好，那在发号码牌等待的过程中呢，我们请线上的同学可以填这个抽奖的表单，那记得输入我们刚刚讲的2个通关密语哈。好，来，请助教把号码牌下去。那当然成大的同学你就不用扫这个 QR code 了，你填也没有用了。
这是专门给线上的同学的啊。还有那边，好，那我们要跳出这个画面哦。好，我们要来随机抽。多少？哇，那2/3会中奖哎！好了，每一次都有3哎，这个会不会是 ChatGPT 有某种 memory 啊？好，371946，好，等一下就是3719，对啊，我记得好像每次都有3。ChatGPT 是不是真的 random 啊？我们下次用别种抽的吧。好了，感觉怪怪的哈。371946啊，当然每次拿到3号的号码牌的，不见得是同一个同学了哈。371946，那等一下，请这些同学到助教这边来留下你的联络的方式。好，那线上的同学，我们这边这个 QR code 再显示一下，请大家上去填。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到。等一下，刚刚 Slido 有没有同学有补 ？NER 是什么 ？NER 是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哦，不是哦。Name Entity Recognition 它是一种研究题目，好，就像我刚刚讲 Slot Feeding 那个有没有？就是那个所以你讲你讲的好像是。就是说，刚刚 slot feeding 它的确就是一种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啊，比如说这个字是动词还是名词，或者说这个字的意义是时间点还是那个地点，好，它的确就是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在做的事情。好，那所以说呢，如果以这样子来讲的话，的确 name 你可以用 RNN 来做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是没有错的。所以你可以说，RNN 可以应用来解这个问题。好，那谢谢这位同学的问题。好，所以下一个问题是，所以就泛化性 dropout 会比较好吗？应该是这样讲。我在猜你应该讲 dropout 了，不是 soul out 了哈，不是灵魂出窍。泛化性是不是 dropout 的泛化性一定比其他的来得好呢？答案应该是不好说，不一定这样子。很多时候呢，你在做一个问题的时候，泛化性有多好，会跟你的资料的特性有关，好，也会跟你的网络架构有关。所以现在我们讲的比如说什么，要不要 Bayes normalization， 要不要 dropout， 要不要 web decay， 要不要怎么样，要不要怎么样，都不见得说你加越多就会越好，不一定。那跟你的问题的设定跟你的资料的特性都有关系。好，所以很不幸的，这些都是不一定。好，或者是说，甚至你要处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定用 CNN 会比用 fully connected 来得好呢？也不一定。你用 RNN 就会比 transformer 来得好吗？也不一定。你用 transformer 一定就比 RNN 好吗？也不一定，都不一定。好，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就目前为止，现在 right now 2025年11月6号的这个时间点来讲，很多的研究工作目前看起来是 transformer based 的，好像比较好，但并不代表以后也一定是这样子。好，不见得哦。好，甚至反正就是风水轮流转了。有时候有人是这一派就说怎么比较好，后来某一派的做法又回过头来又来了。所以不见得永远都是最好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回复。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那我们这个画面再稍微停留一下。